今天说说这個構圖啊，說說構圖，也就是說你這個畫呢，應該怎麼去經營位置。你看這個古人講的這個六法裡邊就有一個經營位置。經營位置就是你會畫了，你基本的技法會了，但是你這張畫好不好，全憑你去經營這個位置呢。這個位置呢是多種多樣，但是它有一個規律，鐵的規律是什麼呢？這個畫面要均衡，就是說你這畫最後畫出來以後，它不是歪歪咧咧的，它不是重心不穩，它不是讓你看着以後提心吊膽，它就是說達到了一個均衡。均衡是什麼呢？就好像兩邊的量不同，這個形狀不同，色彩不同啊，但是它的量是相同的。也就是說，像一個秤砣，它雖然小，但是在這個秤杆當中，它離得比較遠，它還能夠保持這個秤的平衡。這邊舀一個大白菜，那邊就有一個小的秤砣，它就是一種均衡，達到了這個平衡。它不是对稱的，对稱的是兩邊同形同量同色，它不是，兩邊呢不同形不同色，但是同量啊，這就是平衡。這畫畫一定要掌握這個平衡啊。還有一個在構圖當中很重要的就是疏密。這個疏密呢，造成一種對比的美，在這個構圖當中呢，它也體現出來，這種美來，啊，古人講密不通風，疏可跑馬，也可以說疏可走馬，他說的就是這個疏密啊，疏的地方可以空白，可以筆畫很少，密的地方呢，連風都通不過，這就是一種對比，在構圖當中，它起着一種，這個。讓你感覺到這種疏密當中的那種美感啊，一定要注意這個啊。所以說這個疏密在這裡邊構圖當中挺重要的。還有一個就是呼應，就是你畫的每一塊，你肯定這裡頭要畫這兒一塊，那兒一塊，這兒一塊。它這個呼應呢，就是說這幾塊啊都要互相有聯繫，你不能。這一塊不理那塊，那塊不理那塊。你畫樹的話，很可能這邊的樹跟那邊的樹還有一個呼應關係。這個石頭的朝向和那個石頭之間也有一個呼應關係，啊。古人講這個山脈就是龍脈，這個龍脈呢，它的走向，它就裡邊就有一定的呼應的關係。這種走向，啊，你不能直挺挺的，或者是橫着，它們之間互不照應着，這就不行啊。其實構圖當中因素挺多的，但是這些個都是就是最主要的。你看疏密當中也包括了大小、長短、曲直啊，這個呼應當中也有曲直關係，均衡當中也有大小關係，是吧？那些個呢，就是內容挺多的，但是這三個你要照顧到啊！你要咱們通過咱們學習的那些個皴法呀，咱們實際上運用這個構圖的這個原理去組織上這張畫啊。你看下邊肯定近景在下邊啊，咱們畫這麼一塊這個石頭。咱們一開始講過畫石的時候啊，你這個筆啊一定要有這個。停頓還頓挫啊，你看它就有東西了。比如說你這麼一條線，它什麼東西都沒有，你只要這兒頓挫了，停一下，它就有東西了，它這裡邊就豐富了啊，這個線的質量就是高的啊。所以說呢，咱們畫的時候呢，這個線條不要太快啊，不要蹭下就過去了啊。咱們要慢一點，讓它在這裡邊啊有這種老辣，能夠留得住這種感覺啊。
像這線條呢，這個排列也要注意，它有一定的這個順的這種感覺。你看這兒這個形跟這形差不多，這形跟這形也差不多，但是它們有區別，這個寬，這個窄，這更窄，這更窄，再一窄它就是密的了，再一大又是疏的了。你看這不是疏密嗎？咱們刚才講的构图當中疏密，它這個就好看了。你看它这个它就好看了啊。假如说都是一樣的空當，都是這種形，那排列起來又那麼均勻，那肯定不好看啊。你像這地方有大有小，就靠你經營位置，這就是經營位置啊。位置就得靠你去慢慢的去想，怎麼去把這個構圖，把這線條放在最美的位置上，這個就是經營位置啊。你看這頭大，這頭就得小，這頭密，這頭就得疏啊。這兒少啊，線條少啊，這兒線條多呀啊。你看，那你再往上畫呢，就得有呼應了啊。你看，也是這樣的形，也是這樣的形，只不過啊，它的如果說從疏密來說，這地兒不能畫太多，或者是畫多了以後呢，畫大了可以畫得特別大，比這個要大。你不能這個形這麼大，這形還那麼大啊，要讓它有這個大小的區別。總的來說，這種疏密關係也是有的。這地兒因為還沒有去畫這個它的這個紋理呢，畫完紋理以後，你看這地方是一種沉甸甸的壓住這構圖的這種密啊。你看這個密疏密啊，它反映在大的構圖上。你看這兒疏，這兒密，但是這裡頭呢也有疏密。你看這地方要多畫，這地方要少畫啊。你要說覺得我這地方我不想多畫，也可以，或者不想少畫，這都是自由的。但是整體來說，它還有這個疏密關係。白實際上在這個中國畫裡頭，留白特別重要。但是這個留白呢，並不是簡單的白啊。有船，哎，這個白就是水；有鳥，這個白就是天空。哎，它就是有東西在這兒襯托着啊，襯托着。你看，我現在畫的這個皴法呢，咱們就可以管它叫做雨點皴，也可以管它叫做刮帖皴。刮帖皴就是中鋒用筆正往下刮着畫啊。有時候這個皴法的叫法啊是模棱兩可的啊，所以說像范寬那個《西山行旅圖》，有人管它叫豆瓣皴，有的管它叫做這個雨點皴，哎，都是它啊，又像豆瓣又像雨點，還有人管它叫修斧劈呢。你說對不對？也對啊。就是像什麼就說什麼啊！你看這個，擦一擦，筆乾了，擦一擦。你看這經營的位置，這就感覺挺好啊。然後這地方，這點兒也在經營，這點兒你不能畫一排上山，不能畫都是這麼多。哎，有的地方點多，有的地方點少。在這些個凹的地方，咱們也可以點一點。它既是小蒿子、小植物，哎，又起到一個豐富這個石頭的這個效果。你看，豐富它了。它就是蒿子，就是樹啊。你要放在遠山上，就是大樹，山上的大樹。放在近處，這個點兒它就不是樹了，你就可以認為它就是一個苔點兒
啊。但是对于咱们这個畫畫的人來說，它就不是具象的東西那麼簡單了，它就是一個豐富畫面的這麼一種手段。所以說有些人呢，他都不管它是什麼形，只要這個對這構圖有利，他就畫上了啊。像咱們一般的人都愛說這像什麼呢？這是什麼呢？非得究根問底兒。實際上它好看就齊了啊。行，就這麼着。現在的前面這個石頭畫好了，像在呼應的這個像這些石頭呢，也照樣給它現在村上東西。他們呼應呢，就是說他們有相同的東西在裡邊，這實際上這就是呼應。還有一個形狀上呢，相互之間呢，就像人打招呼一樣，這也叫呼應啊。有相同的東西在這個上頭存在，這是一種呼應啊。還有呢，就是他們之間的打招呼的那種形態，也可以成為這個呼應。那現在呢？前面這個呢，又有這個點子村，又想像這個解鎖村，又好像是這個豆瓣村，怎麼辦呢？這個也是這樣村，這不就呼應上了嗎？是吧？使得這張這個很統一，哎，這就達到這個目的了，就是不是說亂七八糟，這個這麼村那這麼村，整個畫面呢想怎麼村就怎麼村。沒有統一的東西，沒得統一的東西，那就呼應不上了。有統一的東西，那才能夠呼應上啊。所以說這些個地方呢，也要給它這麼村一村啊。但是村的時候呢，和近處有不同的地方是，後邊村的要少，近處村的要多。哎，這個就是屬於遠近的區別啊。還有一個近處村的要深，遠處村的要淺。這是遠近的區別啊，要把這些區別畫出來，它的遠近就有了。哎，你要像這些個細小的這些個小石塊啊，就是調整它的這個它的形態啊，調整一下它的形態啊，包括點吶啊。點的時候呢，這個點它也是呈現的，它也是一種在統一的情況下加這個點兒。下邊的筆的墨都給它用完，擦在後邊都沒關係啊，給它用完。哎。你看這三塊，這個它的疏密有了，主次有了。你看這個主次啊，這個近處重，遠處輕，近處大，遠處小啊。當然這個大小啊，有時候遠處是大的啊，這都是可以的，但是它別都一樣大。這三個構成了這個構圖的這個主體啊。遠處再來點輕輕的山，像秤砣一樣，使它的畫面均衡就可以了啊。先把這個呢畫下來，下次一會兒呢咱們再畫樹。咱們現在接着往下畫，往下畫呢，這近處這些個樹應該畫好了，但是咱們這個以山為主，這個樹呢要畫小一點，不畫那麼大，小一點要概括的畫，顯得這個山呢更大了啊。這個樹呢，咱們就用最簡練的方法，哎，把這個樹的這種結構，哎，畫一畫。像這都是屬於近處的小樹，近處的樹，因為這個畫幅呢，就是決定了這個樹呢不能畫太大，畫太大就堵了，是吧？咱們這個葉子呢，就用那種橫線的那種感覺畫出這個葉子的大勢來就可以了。這個大勢呢，要注意兩邊呢，
你看這邊少點，這邊多點，這邊少，這邊多點，這邊少，就讓它呀兩邊別對稱，像雞毛掸子似的就不好看了啊。你看這兒呢可以多點，這兒可以多點，讓它不規則的去分布这個葉子啊，不要讓它兩邊相等，兩邊同形同量，那就不好了。也讓它均衡，這些小的地儿也讓它均衡啊。均衡就是两邊量是一樣的，但是它形不一樣啊，這均衡。哎，這上面呢，咱們也可以用这種方法畫一些個，畫一堆一堆的啊，這一堆，這一堆，這一堆，這三堆呢，你看他們倆離得近，他和他離得遠，哎，就要讓他們有這種分布不均的這種效果，是吧？這三個不要一個一個點，哎，就是讓它整個的這團的樹，你看有這個姿態就可以了啊。它們之間也不是說斷得特別厲害，有斷有連，能看出是兩堆了，但是呢又不是說分得那麼開。實際上這就是讓它很自然的去分布就可以了。你看很自然，看到这個很自然的效果就可以。有的呢沒有必要畫那麼具體，就點幾點兒就可以了啊。然後呢，咱們這裡邊要畫一些個小的建築，感覺這不是荒無人煙啊。在哪兒？天哪，這兒也可以畫，這兒也可以畫，那兒也可以畫，這都可以畫啊。畫這些個呢，就是一種打破原有這形態的這種效果。這種小房呢，咱們就可以畫高一點、低一點，讓這裡邊有這種變化就可以了。這是高低錯落的小房，這究竟是什麼？可以是房頂，也可以是這個樹欄杆那個院子，這都可以啊。就不要給它表現的那麼詳細，要為這個畫的大局服務就可以了啊。這房後頭呢，再點點，讓它這個樹呢，這兒空點，這兒密點，這兒密點。哎，這小房子要擋，這就擋上它了。然後呢，小房子在這裡邊時隱時現，很有意思。如果都露得明明白白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總覺得它那種詩意就差一點了，是吧？然後下邊還有沒有房子也可以呼應的啊？如果下邊要有這個房子，就是一種呼應，是吧？房頂，這個門窗，這還有一個小房。這是道，这道究竟哪兒去了？讓大家猜吧，就可以猜了。哎，把這小房畫一畫。另外那個遠山呢，咱們不要讓它那麼孤立着，好像它呢和最遠處那個山呢，又有點相連又不相連的那種感覺啊！你看，又有又沒有，又想連又想斷，哎。就畫點這個，然後這邊呢也可以畫點這個山，啊，這畫一個山形，然後讓這雨點村吶或者村呢就在這裡頭造成點這個疏密就可以了啊。這個再高一點，哎，這兒的這個筆墨呢，讓它淡一點，和近處也形成一種深淺，這都可以。
咱们畫的這個呢，就是一種這個群山的那種感覺啊，群山。最後用淡墨在後邊再畫一層山。你看這兒有最主要的，後邊呢有這個小一點的山，再往後呢又有山，跟他們又有點似連非連。似連非連有一個什麼好處呢？就感覺這畫面當中的這個聚散呢，這兒更加豐富了，不是專門的就是這幾個山嘟嘟零零的存在，而是這裡邊呢有斷有連，感覺挺豐富的。哎，這就挺好，是吧？感覺不那麼單調，有雲霧在這兒繚繞着，它們之間有深淺的變化，這就有遠有近啊。現在這一步呢，咱們把它染染，先把这個遠山咱們給它染上。你看現在咱們講究這個構圖叫均衡，你看這個過來以後啊，這兒一片空白，這片空白呢，這兒就需要有一個東西往過走，就像一種之字形或者是 S 形，使得這種形狀呢又轉過去，整個這畫面呢就顯得平衡。一般的 C 字形啊 S 形啊都能達到這個繪畫的平衡啊。這種均衡啊，有可能這地兒畫個小船也行，或者拿這個山呢，哎，給它拐過去，這都可以，或者畫幾個小飛鳥都可以啊。你看現在我用這破了啊，現在我用這種淡墨要把遠山給它畫一畫，畫一畫呢，實際上這個遠山呢，它的那種構圖就開始引導你往那邊去。這兒一提字，整個這個繪畫呢就達到了均衡了。另外呢，下邊要染，把這山染一染。實際上它一染的話，對下邊這個山呢又是一個襯托啊。哎，整個的這個山的雲氣也有了啊，這山的互相襯托這個形狀也有了。要用淡墨，這個濕的時候重，乾了以後這就會淺啊。這些縫實際上這都是這個山的那個凹的地方。這些山的凹的地方呢，要給它加點淡墨，給它染一染，用更淡一點的墨往下接，哎，也要把這個山擋住點兒。實際上這也是一個襯托，這樣的話它就跑這山的後邊去了。實際上它們之間都有着一些個互相的影響，互相的呼應。你看这就是呼應，是吧？哎，這呼應上了。它和它有聯繫，它和它有聯繫啊，這都是構圖的一些因素啊。雲霧山中，這雲有整有碎，顯得這個畫面還是挺豐富的啊。為什麼這兒加點呢？因為這兒一圈，這兒一圈，這兒正好在兩個之間，我這兒加點呢，它就往下來了，它就使得這個空當跟這個空當不一樣長，不一樣大，再長點也沒關係啊，互相穿插着。這個山一染的話，它的明暗效果，也就是說畫面當中咱們中國畫講究陰陽，哎，就出來了。中國畫講究陰陽，西畫講究明暗啊。哎，這地方也適當的要染一染，使得這個它的這使得立體感和潤澤度要加強。你要真實感，它就是說有明暗，有陰陽，有立體感。藝術感呢，它就講究墨色的這種潤、乾和濕之間的這種對比，潤了啊。有時候為了讓這個畫面厚重呢，
有時候這個邊兒都需要染一下、勾一下，整個這個畫面，你看更厚重了，更厚重了啊！有時候需要用颜色染勾這個邊兒，有時候呢用這個墨勾這個邊兒也可以啊。它這個厚重了。不用都染啊，然后它还是以湿為主，還是以乾為主呢？那這個地方如果太濕了也不行啊，但是往往哪兒都是乾的也不行，你就得跟這裡邊去琢磨啊。你看，我把这兒染了一层。这兒是亮一層，這就橫過來了。這兒不能再染，這兒染的話通下來了啊，這樣的前後關係不就有了嗎？啊，這兒都染了，這個就出來了，這倆出來了，這個染多點兒，別讓這三個都那麼清楚，都那麼明顯。這就是染了以後，這兒亮出一條點來，也就說明這個地方呢，也不能讓它烏塗一片，啊，烏塗一片也不好。這就是屬於經營位置啊，經營這構圖，這都是為構圖服務的。整個這個山的雲霧繚繞的感覺，初步就出來了。哎，這個樹呢，這後邊再加一點兒，感覺這個樹和房子也突出了。這樹呢也有厚重感了，哎。這就是那個雲霧當中的那些個飄的那些個雲層，哎，把重一點的墨在這裡頭再燙一燙，這就是破墨法，使得這個墨呢，它有這種層次，豐富一些個啊。哎，這就可以了啊。你看到最後收拾的時候啊。你就要坐在那兒踏踏實實的去看看，然後加點什麼東西，有助於這個畫面內容的東西啊。還有一個這個構圖當中畫不到的，比如說像這個地方呢，可以稍微的來一點這個淡墨的橫線，又是水，又是豐富這道白，這道的白呢，有這些個水紋在裡邊，它就更加豐富。這個可加可點的東西啊，就是不是說一下就能夠畫得那麼完美，得需要時間跟這兒去反覆的去看啊。我這也是大概的去稍微的看哪兒不舒服哪兒就點點啊。哪兒不舒服哪兒就再畫一畫。遠處還可以來點小鳥，這裡邊有點活物啊。然後题字，上面题字。这個呢就像秤砣一樣，把這邊的重分過來了，這也像秤砣一樣，把這邊的重分過來了。整個這個環繞的這種 S 型，也使得這個構圖形成了一種環繞的一種均衡感啊。這裡邊的疏密就造成了這裡邊的一些對比，山和山之間也都有這個呼應，因為他們的皴法呀，他們的走向啊都是呼應的。這張構圖呢就是這樣
形成的啊。